新鲜蓝莓超大颗安慕希有料超好喝，本节目由超好喝的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独家冠名播出。有事张嘴就问小红书，感谢语音问就有大活人答案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飞鹤顶配季萃奶粉赞助播出。飞鹤顶配季萃突破性母源自护。需要笑，今夜需要笑，今夜需要笑。新鲜蓝莓超大颗安慕希有料超好喝，本节目由超好喝的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独家冠名播出。有事张嘴就问小红书，感谢语音问就有大活人答案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飞鹤顶配季萃奶粉赞助播出。飞鹤顶配季萃突破性母源自护，精致大空间，舒适不一般。感谢大空间越级纯电家教的极狐 S3赞助播出。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，每周5、12点抢先与喜剧好友一起解锁年轻人超爱看的欢乐秀。欢迎各位收看安慕希今夜戏有笑。今天的主题是活人感，敢不敢？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特别有活人感的，王天成、戴庆老师、李乃文。我呢演了很多年的年代剧。我感觉我爸应该叫王建国，我妈叫李雪琴。这句话我就不同意，狗活怎么了？脱口秀猴都能活着，还差狗吗？我们节目成功请来了瞿颖的周边戴军。我只知道睡过是不能说的，难道现在没睡过也不能说了？我是一个粉红色的草莓小蛋糕。别再整这些脏东西了啊！小心、脸心、大心、谈心。我的哥这都不是活人感，他就是老人感。人老了啥都敢。我们不怕收官的钟声太吵，再吵都没有大张伟和付航的声音吵。最后一期马上杀青了，我想问的犀利点啊！跟我说是换人了，说后面还有40多期，这是年番啊！哎，不是又干嘛呀？又去哪儿啊？5、4、3、2、1，有请付航、大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是的，欢迎各位收看安慕希今夜戏有笑。我们两个就是大家好。今天是咱们最后一期了，哎呦，大家感觉好，真的是，哎呦，你看反应这么热烈，说明什么？今天是活人感特别强，哎，当然了，各位都是大活人呐，对不对？一看就这么有活力。哎，我测试一下吧。既然说有活人感，那朋友们喜欢我们节目的，请举手给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太假了，他没有举手，他说什么破节目，这是太假了。只有这位女士有活人感啊，真的，其他人都是非常真实。就是各位一定要抒发心扉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说呢，其实咱们两个也要互相开麦一下，说一下彼此的优缺点，是不是啊？这么着，我说你一缺点，您说，一个缺点哪够啊？对不对？能缺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就顶多就是说什么缺心眼儿啊，绝对不说这些。关键人有优点呀，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什么？你有一个好搭档，怎么样？这个优点哦。但是我觉得活人感是真实的，是敢于暴露自己瑕疵的，有鲜活人味儿的。真的，现在很少有人敢暴露自己的瑕疵。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觉得，就是像大老师这种，就是上个世纪出道的艺人，对。他们才是真正的有活人味儿。是。为什么他们不敢暴露自个儿瑕疵啊？是因为他们都太完美了，对不对？太完美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完美了啊！给您多少钱？就这么说，我给您点钱，要不然您夸我。的事儿。如果现在真想看有瑕疵的艺人，就看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，其实就可以了。他们对吧？你看有微瑕、全瑕的，都有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，关键是今天的主题是活人感。敢不敢？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特别有活人感的。第一位嘉宾就是王天成，他来啦！
是的，之前演过《芳华》男二，今年靠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男二爆火啦，被称为天选年代剧演员、国民姐夫。演男二还能这么火，真的是男二当自强啊！那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有请把半把年纪活出一把年纪的国民姐夫王天成。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我是王天成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谢谢您，待会儿现人演出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真的，天成是90年代出生的，第二位就更厉害了，他是90年代出道的，哎，他是歌手，哎，也是主持人，哎，对，还写过书啊，爆料咱们这个娱乐界有很多特别可爱的段子，哎，他就是我们的段王爷啊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北京啊，他这个岁数叫大爷。那么，有请我们这位大爷戴军老师。戴军老师，大家都多爱你啊！戴军，戴军，戴军。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我是戴军，真的今天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两个粉丝，大张伟大家知道我迷他迷了很多年，付航呢是我去年开始迷上的，因为太喜欢付航了啊，谢谢付老师，是，谢谢戴老师，谢谢。下面一位嘉宾是戴军老师的同龄人了，50岁正是闯的年纪，从影视圈闯到综艺圈，因为口误捅了不少小娄子。把小树杈说成了小裤衩儿，还把 CP 给说反了啊！那我现在特别好奇，今天他会捅出多大的娄子呢？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乃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乃文。欢迎李乃文先生，期待您今晚的精彩表演，请入座休息一下。好嘞，是的，那么今天看到呢，我们这个就是说特别像亲戚的专场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姐夫，有大爷，有叔叔。当然，其实还有另外2位脱口秀演员呀。哎，一位是最近当爹的阎鹤祥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想到。捧哏居然当爸爸了，当然了。哎，除了咱们严老师呢，还有最近在年代戏里表现非常出色的天选老姑，大家知道她是谁吗？李雪琴来啦！真不愧是最后一期，来的都是家人，感觉下一个环节我们就要卖保健品了。是，哎，但是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呀？是非要播报了，大家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不过呢，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咱们要宣布个大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。新鲜蓝莓超大颗，安慕希有料，超好喝！感谢超好喝的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独家冠名播出。有事儿就问小红书，活人答案靠得住。感谢答案都是大活人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。飞鹤顶配地萃突破性母源自护，本节目由更强自护、更好吸收的飞鹤地萃奶粉赞助播出。哎，刚才说到这个保健品啊，今天那个播报员确实有点需要保健品了。哎，一位是嘻哈，前几期呢他是骨折了，一直来参加节目；另外一位是王悦，刚刚做完手术也来参加节目。他们2个呀，真的非常符合这非要播报的这个2位了，因为2位是高能量，比咱们2个更有活力，必须的。哎，普通人有一些人可能上班的时候感觉自个儿是活人微死，但是今天他们2个是满血复活，让我们有请嘻哈王悦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档没预告、没时效也没有猛料的非要播报，我是王悦，我是嘻哈。本期的主题是活人敢不敢？这充分体现了现在做人也开始消费降级了。以前追求当富人、美人、体面人，现在只要当活人就行了。就拿我来说吧啊，我也是干活。因为刚刚我做完一个生死攸关的小手术，我现在只能在这儿坐着，我就感觉很有活人感了已经。在这儿我要非常感谢我的主治医生，因为他非常擅长给我整活。哎，那手术成功了吗？你说呢？没有成功，我们2个人坐在这里聊什么呢？先不说我的事了，说最近的新闻。
最近活人感最强的综艺应该是 Papi 酱的节目。模特瞿颖凭借活人感翻红，经纪人一度求饶说不要再接受工作啦。瞿颖说了，我不想上班。但是我们节目经过充分的沟通和争取，成功请来了瞿颖的周边戴军。周边。戴军，哎呀，因为瞿颖说了不想上班，别瞧不起人。戴老师最近也很火，他自曝有一年某卫视跨年晚会，结果苏州寒山寺钟声信号中断，其他人默不作声。戴老师啊，为了不冷场，用嘴模仿钟声，咣咣咣。然后第二年啊，哈哈，人家就不让他来了。以后的初中课文上估计有这段啊：沪中友善口技者，姓戴名军，一桌一椅一麦一阵配音，丢了一份工作。不但如此，戴军还在节目上讲别的老艺人的事，这也收获了很多关注。这充分说明一件事，就是内娱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，还在靠上世纪末的老人撑着。如果一个人做手术昏迷了20年才醒，现在打开手机一看，他会不会觉得还没有昏迷？因为热搜上还是瞿颖、戴军儿，春节档还是成龙，华语乐坛还是周杰伦、林俊杰，刘德华还在唱恭喜发财，中国队还是没有冲出亚洲。停了啊，咱们节目只允许讲到这里。哎呀，我说的是英雄联盟，还在被 faker 打。英雄联盟啊，对。不过英雄联盟最近拿冠军了，并且终结了1036天冠军荒，而且上单选手兵非常有活人感，他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：“我是世一上，我依然是世一上，有没有可能我是历史第一上单？”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兵，因为电竞是线上游戏啊，我们也是通过了线上邀请，请看大屏幕。喜有秀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电竞选手华兵。感觉挺好的，因为我们队伍都是这种氛围，就是大家赢了一起狂，输了的话我就自己狂。不怕，因为我说这些话就是为了把舆论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吧，好让队友去安心打比赛。就至于舆论是怎么来的，就不要再问了。好的，谢谢阿斌。虽然不是第一个冠军，但却是中国电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。我们综艺赛道也有很多活人，比如50多岁勇闯综艺的倪乃文，就曾贡献撤回烟的名场面。我不抽烟。再比如被吐槽修音严重的唱跳舞台，也要玩真的了。近日，浪姐7节目组采用全程直播无修音的颠覆性赛制。看看谁是乘风破浪的姐姐，谁是调音修图的哥哥。既然没有修音，那一定要那种特别有实力的选手才敢去。我觉得韩红老师可以申请出战，我想看韩红。我看你像韩红。哎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实不相瞒，我早就想模仿韩红参赛了。什么王源？你要干什么？王源，等一下，不，我们现在在播报。什么都先不管了，亚拉萨！别唱了，他甲状腺刚刚好，他扁桃体又给弄坏了，怎么办嘛？好了，回来，眼镜甩了。说回今天的主题，活人感。年轻人越来越喜欢活人感，所以主打真实的年代剧也越来越受欢迎。近日，纯真年代的爱情的演员王天成也被翻出来，很有活人感。他去机场被粉丝围堵，保安架得太紧，别人还以为犯事儿了。感觉我跟犯了事儿似的。今天我们就请来了爆款年代剧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里面天选 CP 中的姐夫王天成。哎，姐夫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？姐姐怎么没来啊？哎呀，没事，今天还有别的演员也有 CP。有请著名相声演员阎鹤祥。也是一个人来的嘛？哎呀，
还有我们脱口秀的老朋友天选老姑李雪琴，她竟然也是一个人来的。今天第10期了嘛，也能看出节目那个预算不足了，CP 都是半个请的。但是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有些 CP 是会散的，哎不，但有些人会一起越走越远。比如我们俩的 CP 就永远不会散，大老师和付航的 CP， 大家好也不好说。但喜友秀和观众永远不会散，不管有没有人看，就是不会散。后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喜剧节目，我们2个也会一直陪着观众走下去。山高路远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这2位搭档在一起，真的是非常可爱了，是不是啊？的确是。但是接下来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脱口秀的环节啦！哇，是的啊！当然呢，这一位他没有搭档，啊。大老师这么太刻意了啊！啊，你说我针对谁啊？哎，对。我没说阎鹤祥啊，我没说阎鹤祥一人来的呀。但是阎鹤祥最近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哎，他当爸爸了啊！他现在可以说是人见人爱，车见车不见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把摩托车啊贱卖了。哦，哎，他要回归家庭了。是的，现在就来有请我们的新爸爸，就是我们的阎鹤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感谢大老师和付航的介绍哈，是当爹了，身份不一样，心态也不一样了。以前录节目啊，生怕自个儿录出爹味儿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有孩子了，爹的合理合法。每天我看着我的孩子呀，我就忍不住想说，哼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太脆弱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。哎，我孩子现在确实每天都会哭。饿了也哭，渴了也哭，想上厕所的时候还哭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哭。我有个解决办法，就是他一哭我就跟着哭，然后我一哭孩子就不哭了，特别懵地看着我，仿佛在说咱俩谁是谁的爹。但这招不能老用啊，容易家里乱套。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查，孩子老哭怎么办？我妈也在网上查，孩子老哭怎么办？都知道今年春晚没有相声吧？但你们不知道，今年春晚被毙掉的最后一个相声是我的相声。真不是我没有能耐啊，是因为春晚彩排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媳妇儿刚生孩子，我真的特别的忙，我是凌晨改本子，白天陪媳妇儿，晚上哄孩子。媳妇儿后来特别体谅我，跟我说：“鹤翔，专心研究春晚吧。”别惦记孩子了。春晚把我淘汰以后，导演组也跟我说：“鹤翔，专心研究孩子吧，以后就别惦记春晚了。”这2年我确实尝试了很多的新鲜事物，也被很多观众看到。前2年我在这儿参加了一个脱口秀的节目，被马东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这脱口秀说的啊，能演sketch。”你说这不骂人吗？我当时我就回怼了他，我说：“马东，你看人真准。”今天聊一聊活人感。其实李乃文老师就挺有活人感的。我跟你说，他在真人秀里边总闯祸，特别出圈。我自个儿也到这个年纪了，其实我特别的理解他，他是不得已。就像我爷爷小时候家里养那个鱼，新买的鱼啊，漂漂亮亮，活蹦乱跳。老鱼要是在鱼缸里不动就危险了。鱼缸里那么多鱼，是不是显得老鱼就很多余？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，是真的那么爱在综艺里边找存在感吗？真的不是，我们是不得已。我一直深耕线下剧场，乃文老师也是深耕自个儿的影视，被别人看到了吗？根本就没有。是我们不想吗？是大伙儿不想啊。其实要我看啊，活人感其实就是真实，不在乎暴露自个儿的缺点。你就拿我师傅郭老师来说吧，他这人就是个工作的机器，不近人情，
师兄弟们提醒他多少次了，他依然每天就是为了中国的相声呕心沥血，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。你看，这就是暴露了自个儿的缺点。我刚才也暴露了我们单位溜须拍马的风气，都有活人感。德云社，一家有活人感的公司。当然，有时候太真实了也不好啊。就拿戴军老师来说，一个主持人，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天天在节目里聊别人的事儿，该说的也说，不该说的也往外抖，这点就不如我们相声演员。有人来问我们八卦，我们都义正言辞的就是那3句话。哦，是吗？没听说过。等人都散了以后，我再一把抓住那个人，咱们书接上回。王天辰，因为电视剧里一个 CP 让我们都认识了他。CP 我了解啊，这个东西绝对靠不住，都是暂时的。时间一长，有一个人会变得更红，然后拍戏上综艺，另一个人呢就在原地等着，越吃越胖，没有活干，眼巴巴的等他回来。都听出我说的是谁了吧？就是李雪琴和王建国。现在大家喜欢的还是活人感，艺术看的其实是个性的表达。我也反思，我们在这方面做的确实还不够，还是太传统，还是规矩太多，教条太多，爹味儿太多，应该少一些爹味儿，把它传承下去。我说的不是相声啊，我说是教育孩子啊。孩子出生以后呢，我确实把摩托车卖了，不是因为缺钱啊，大家不用替我担心。我觉得我该收一收心了。媳妇还问我说咋的，不骑摩托车环游世界了？我就绕着他们娘俩转了一圈。我说环游完了，你们俩现在就是我的世界。我媳妇儿跟你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。我媳妇儿跟我开玩笑着说，卖个摩托车你还上价值，真没活人感。我说真不是，其实在我最感觉有活人感的时候，是咱们女儿出生的那一刻。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啼哭的时候，我感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我觉得那个才是人最初的活人感。成年人，我们压力都很大，有时候得绷着，得忍着，得受着。饿了、渴了的时候想哭不能哭，但是我们在孩子的时候真的是想哭就哭啊。我30多年没哭过了。但是在产房里边看着我媳妇儿抱着我女儿那一刹那，我泣不成声。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娘俩，让我找到了最初属于我的活人感。我把这个段子在家跟我媳妇儿讲的时候，我媳妇儿也很感动。她说：“贺翔，其实你最有活人感的时候，就是你脱口秀的结尾，真不可乐呀！喜剧和春晚都别研究了。”专心照顾孩子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严鹤翔。谢谢严老师，谢谢严老师。全场朋友们，咱们来吧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幸福的家庭真棒！哎呦喂，我是爸爸，这位严爸爸好，哎呀，真的是很感动，很感动啊！严老师就是为了养孩子，不做了很多的努力，不光卖了摩托车，还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丢掉摩托》。跳进那绿海，绿海，哎，听起来感觉就是炒股赔了。绿色的海是什？为什么呀？路上有一段旅程，边上那海水特漂亮，是绿色的，然后就想把摩托车一扔，跳进那绿海。哇，这太棒了！啊，正好您说到这儿了，就我们特想听听您这个骑行的时候遇见过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？最好玩的一件事是我在美洲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呢，大家会把骑摩托车自个儿失败或者出事儿的一些装备挂在那棵树上，什么轮胎呀、或者挡泥板啊，撞碎了就挂在树上。哎，但是我的摩托车没出事儿。哎，后来我就把我的裤子脱下来挂在树上了。当时美国人也问，你说为什么脱裤子？我说中国有句老话，输的连裤子都没有。
那您刚才说特别幸福，家里生小朋友了，那后边会不会带着小朋友一块骑行啊？会的，一定会。等大了以后，是他带我，我带他都行。哎，温温馨馨到天涯，是不是？真好。那接下来希望你们写这种书了，是不是？又温馨又能一块旅行的书，好不好？是的。谢谢我们的严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富豪，网友说你还多管闲事儿，你怎么看？下来，妹妹，下来，快发车了，注意安全。没有你我怎么能完成？那就整，整的才完美。小兰，妹妹，小兰，妹妹，小兰。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甄选长白山，整颗蓝莓，整颗超好喝。安慕希整颗蓝莓酸奶好喝，新上市。严老师讲的特别好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活人感，家里大变活人，是不是？当然非常棒。下一位特别厉害了，当然了，他不仅有活人感，下一位还有叔感、姐夫感，尤其是人夫感。他在剧里和郭晓婷的 CP 特别火，他俩已经是2搭了，网友都十分期待他们3搭。有请有一搭还有一搭的王天辰。哇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天辰。我呢演了很多年的年代剧，演得多了，这个气质呢就会有一点老派。我感觉我爸应该叫王建国，我妈叫李雪琴。现在呢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演这些年代剧，像乃文哥啊、戴军哥啊，反而都不演了。都要上综艺，是不是？那可是呢，这些年代剧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挑战。他们现在都是什么比如说撕名牌呀、你画我猜呀、朝人泼水呀，这些有挑战。甚至呢，还有一些这种可爱的表情包，就还有那种好像更有挑战，是吧，乃文哥？今年呢，我还在这个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里面和郭晓婷饰演了一对 CP 啊，我们演的是夫妻，先婚后爱，又是这种霸道的爱，也是没有想到网友会真的非常的喜欢这种虐。说到虐，还有另外一个虐的故事，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？想。那就是一人苦守，爱而不得，望穿秋水。这个故事的取材就是源于阎鹤祥的人生。为了等他，把摩托车都给卖了，纯真年代的相声。那有人喜欢我和小婷的 CP， 戏外也有人管我叫姐夫。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尽姐夫。有人喜欢还是很开心的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也会挺尴尬。毕竟一边喊我姐夫，一边表达对我的喜欢，还是有点怪的。那之前呢，有一个男的就在机场喊我姐夫，他是用那种粗犷的声音：“姐夫，我喜欢你。”当时真的是把我吓一跳，这路人看到我的时候眼神都变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机场啊，还是不要大声喧哗，更不能这么爱姐夫。说到 CP 呢，我还是得学一学雪琴。雪国列车毕业之后呢，也不气馁，奋身投入到了演艺事业啊！不仅综艺越来越多，还和蒋奇明拍成了吻戏，真的是非常羡慕啊！但我不是羡慕他和蒋奇明吻上了，我是羡慕他的综艺非常的多。我呢就没有很多综艺，毛血旺约我。不过这些年啊，也是稍微好了起来。这个我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。你像最近接机的这个阵仗啊，也是非常的壮大，啊，围上来的人呢，他都会就是怼着我的脸去拍，啊，就这样，哎，真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也偶尔会做一些 OOTD 呀，然后做一些这个妆造啊，全妆出场。
但是他们就会拿这种高清的相机来拍我的鼻孔。终于呢，最后我也是明白为什么好多艺人在机场的时候一定会戴上口罩，啊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做鼻毛管理，就得这样，对，然后呢，也可能呢是想拍这种小孔成像，对。我确实是这1-2年才开始学习怎么去当一个艺人。有一次活动呢，要求素颜出场，出门的时候经纪人就说：“要不你化个妆吧。”我说：“我就不用化妆了。”结果我一下了电梯到了现场，发现大家都在拿那个小手电啊在这补妆，这我才知道，原来素颜是素颜妆。肿着脸我就上台了，那这下可好了，我只能拉长我的人中，假装乃文哥了。有些人说我这个长得还是比较适合演这个年代戏，我也非常理解，就是说我土，有点土。啊，那其实每个演员呢，都有适合他的角色。那长得洋气呢，就多拍一些现代剧；那长得不知道怎么形容的，没有，就这个多说一些脱口秀。这个相声搭子不在的，脱口秀也会多一点。年代剧这几年呢，确实是有很多人爱看，因为现在人的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，在钢筋水泥里面加班，也是反而会喜欢这些年代剧，带入了自己，想活在过去。那我们就多拍一点70、80年代的故事，那我的活儿也在过去。也感谢各位的喜欢，这个通告确实也是非常多，也希望未来的通告也会很多。那我也想说，我的活儿也在未来。那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天辰。我跟天辰之前一块儿拍了一部戏，是，对对，我们在里边演2个角色，对。然后如果您需要粉丝的话，我也非常愿意就给您充当一下那个保安。对对对，架着我走，我护着你也行，我追您也行，都行。行，对对对。保安不是，这会儿就是追着我走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因为您这个搭档，然后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 CP 的这个感觉。是。这已经是2搭了，他们问有没有3搭？哎，3搭。对，3搭，王心凌哒哒哒，哒哒哒，3搭哦，3搭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行嘞，非常感谢了。然后希望后边有更多各种各样的特别好的那个角色，每过1年都能出新的称号，好不好？祝贺您啦，谢谢，谢谢天辰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雪琴来啦，哇，雪琴来啦。雪琴这2年都特别忙啊，上综艺、演电影、电视剧，发展都特别的好。哎，那咱们就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李雪琴。大家好，我是列雪。感谢你们还认识我，感谢。哦，是啊，是。好漂亮。这个，我也辛苦了。这个王天辰呐，确实跟我说好几回了，很羡慕我跟蒋奇明拍吻戏。确实想拍，你要不真的，一会儿我传递给你。好久不见了啊！这几年呢，我跟脱口秀都成长了，脱口秀从1个节目长成了2个节目，我也成为了2期艺人，那边录1期，这边还得录1期。但不光我一个人挣2家钱啊，阎鹤祥也刚从那边回来。前一阵我看阎老师接受采访，他说他见过脱口秀的好东西。所以知道自己不适合干脱口秀，不想在这个行业苟活。你这句话我就不同意，苟活怎么了？脱口秀猴都能活着，还差狗吗？
再说了啊，你说你这话说的挺高风亮节的，哪个活你也没落下呀？哪个节目不都去吗？啊，不会苟活，但会趴活。每天往那一趴，各种脱口秀节目抢着请他当嘉宾，你这叫啥狗啊？贵宾狗啊！所以要我说，严老师啊，你别太悲观啊。人离开自己的搭档，还是能活得很好的。你看军哥离开了静姐，那静姐不也活得很好吗？当年呢，军哥啊跟静姐一起做超级访问，后来这节目做不下去了，静姐就自己做了非常近距离，跟戴军保持非常远距离。军哥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超级访问为啥不行了？到底是谁不行？算了，你也别问了，你也不会访问。不过啊，军哥很坦诚，他说了，当年超级访问这个节目能火，全是靠静姐。但我觉得其实搭档啊都是相互的，因为也有人问过静姐，说当年这个节目是不是靠军哥？静姐说。靠！但这2年呢，人军哥醒悟了啊，不能老靠静姐了，因为静姐也不红了。他就跑去问 Papi 说 ：“Papi， 我能靠你吗 ？”Papi 说：“这个军哥啊，靠 Papi 翻红了之后，好多人说军哥这辈子事业发展全都是靠女人。其实啊，军哥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。”啊，分别是阿莲、DJ 版阿莲、Disco 版阿莲和综艺合唱版阿莲，而阿莲也是一个女人。就这首阿莲呢，军哥唱30年了，莲姨今年也快60了吧，军哥还在那唱呢。怎么说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真挺要脸呐。当然了，军哥也独立过啊，当过主持人啊。当主持的时候呢，不是报错过幕，就是在舞台上睡着了。就军哥犯这些错误，搁别的行业早就开除了，但在我们行业叫有活人感，哎，大家更喜欢了。你们看啊，娱乐圈就是这么神奇，有时候你业务能力越差，业务能力就越强。值得深思啊，这句话哈。行，给你们留个鼓掌口。我现在这都跟王天辰学，现在搁台上这么随意，就是。当然了啊，也有业务能力真强的李乃文，实力派演员啊，演了一辈子戏，现在的代表作是《五哈》和《地球超新鲜》。我跟乃文哥也录过节目，他这人呢，就是又爱玩又玩不明白，老输，玩赖都输，输圈天菜。跟人家白宇一块直播，人弹幕说：“白宇，你比个小树杈。”乃文哥挺热心，帮着念：“白宇，你比个小裤衩。”要不说人乃文哥有天赋呢，字儿还没认全呢，已经学会擦边了。当时呢，场面也是一度十分尴尬，大家就纷纷救场，呼吁网友点赞、点关注。乃文哥说：“那我也点点啥吧，给自己点一根。”不过啊，你看他干这些事儿也没有人怪他，毕竟岁数大了啊，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吧。乃文哥这都不是活人感，他就是老人感，人老了啥都敢。我真羡慕，真的，我老了我也这样，我要让娱乐圈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李乃文，还有李奶奶。但是可惜了啊，我现在岁数还没到，要不然我现在就让王天辰给你们比个小裤衩。那个王天辰啊，最近因为跟这个郭晓婷的姐姐姐夫 CP 爆火，今天到这儿还问我怎么能上综艺。我想问他怎么才能演好戏，只有戴军哥想问他哪儿还有这么好的姐姐。
还有吗？很多很多。王天辰这个戏呢叫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，这种年代剧讲的就是咱们父母那代的爱情故事。想把父母这种角色演好，那就很有挑战了啊！首先，你得知道孩子需要什么，陪伴和守护，你明白我意思了吧？哎，对，就是飞鹤顶配荠萃的守护。飞鹤顶配荠萃，突破性母源自护，新鲜原料自产，更新鲜，更好吸收。这知识你就学吧，演父母用得上，当父母你还用得上。其实王天辰以前演过很多大戏啊，《芳华》，我和我的祖国，《庆余年2》，谁也不知道。你看你演了这么多年戏，能怎么的呢？你出了名儿才有活人感，不出名儿你就是上午哈之前的李乃文。现在呀，天辰红了，小时候的事儿也都被翻出来了，说他高考的时候啊。听到鸽子在外边咕咕的叫，一下就走神了，导致的高考失利。咱也不知道那精神咋那么薄弱，你是杨过呀，一个咕咕就给你整懵了。天辰，你跟军哥你俩挺配。王天辰高考走神了，戴军主持睡着了。你俩要是早点认识乃文哥就好了，他能给你俩点一根精神。其实这2年内娱确实很推崇这种活人感，越活越值钱。内娱现在真成卖鱼的了啊！观众就搁那挑，这条不冒泡翻白了，这条能蹦的翻红了。不过呢，其实活人感也挺难的。我有时候就想活人感一把，第2天一看评论，恨不得死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展示的真实都是有限的，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活人，尤其是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，你又得敢说，又得能播。毕竟要是太活人了，那肯定就是没有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叶琴。哇塞，雪琴！哎呦喂，我好久没看雪琴那个脱口秀了。哇塞，每一个炸点都这么准，是不是非常棒？是，本来我也挺紧张的，你坐在这儿我也很有安全感。我感觉你最近几年一直在拍戏。也没有一直就是我老张罗说自己在拍戏。其实就是说这2年拍戏，然后刚才又说那个您最近那个戏被叫做什么老姑？国民老姑。对，天选老姑啊。天选老姑是怎么很开心吗？就感觉这个角色大家被承认。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很开心，就是也不枉自己长得这么的有年代感，很感谢。而主要是我更开心，说天辰说我可以是他的妈妈，我羡慕。人又更美了，然后戏路又更宽了，让我们衷心祝福吕雪琴越来吧！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璇，懂拍戏，懂说脱口秀，更懂选奶粉。突破性母源自护，我选飞鹤顶配荠萃，500毫克乳铁蛋白，8重 HMO，150亿宝宝原生益生菌，更强自护，更好吸收，实证9大自护效果，如妈妈般保护。原料新鲜，至少23倍，扫码可追溯。突破性母源自护，我选飞鹤顶配荠萃。那么接下来这一位这位你们知道，早在10几年前就有人办过这个脱口秀专场，他是谁？罗永浩？不是戴军老师啊。真的？对，反正他自个儿这么说的啊。然后有一个专辑，全中国销量是第1名的。阿莲。对，这是他自个儿说的啊。你们知道，而且全中国第1代海豚训练师。这些都是真的假的，还是一点都不挨着这个？真的，他是海豚因为咱们昨天去问海豚了。那行吧。是戴军啊，是，都是他自个儿说的。既然都是戴老师自己说的，他这么会说，请直接让戴老师上场吧！掌声有请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军。
我呢也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一个老艺人。最近呢，听到大家都说因为活人感而喜欢我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年轻人对我的喜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但是你们形容我的词都很难听啊，什么考古啊、活化石啊、娱乐圈什么远古真人呐、感觉这个考古学家一锤子掘下去，哟，霸王龙，哟，三叶虫，哟，戴军。现在的新人，我跟你们说，就2种，一种呢是刚出道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我刚出土的。活人感这个词儿呢，在王天成这个年龄说就是精神状态，在我和乃文这个年龄来说呢，就是身体状态。他们俩呢被称为数学天才。说到李乃文呢，我是能理解的，这个头发都白了，双打的菜嘛。说到这个王天成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着，书圈也做预制菜呀？俩挺逗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他们的节目，一个30岁爱闯祸，一个50岁爱闯祸。我从30岁闯祸闯到50岁。千禧年呢，我主持了一档卫视的跨年晚会，0点应该是直播寒山寺的那个敲钟，结果当时只有敲钟的画面，没有声音。我灵机一动啊，用嘴咚咚咚，全场尬住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啊，你一个主持人怎么干起了主持的活？没办法，只有我能端住嘛，对吧？庙里的师傅可能不会端，因为出家人不打端语。但是呢，我也不后悔，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，救场是应该的。假如我主持一档音钟，陶喆先生唱的“哦啊啊”，耶没了声音，那我肯定得，对不对？咚咚咚，那个哒哒耶，陶喆。我也让你哭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？我其实最早是歌手身份出道的。95年呢，一首《阿莲》爆火；96年在全国拿奖；97年彻底过气。消失了几年以后呢，因为和静姐主持《超级访问》再度翻红。你们现在年轻人应该不知道《超级访问》吧？知道。哇，你们都知道啊！当年这个节目有多火，参加这个节目都是成龙大哥、章子怡这些大咖。放到今天，在场的这几位根本上不去，连我都上不去。超级访问播了16年，我对这个节目充满了感情。节目停播了以后呢，我难过的不敢出门，连续在家哭了7天。后来导演组就问静姐说：“哎，戴军怎么样了？”静姐不说话，她就在家也哭。后来外面就开始传了，说，唉，不光节目没了，估计戴军也没了。我寻思你李菁在干嘛？你不给我辟辟谣？原来他忙着做自己的新节目叫《非常近距离》，没有叫我，我又连续哭了好几天。这2年呢，在网上有一档非常火的男女搭档主持的访谈节目，叫什么？对，毛血旺。今天毛毛没来，所以我要对毛毛说一句话：小心。姓李的女搭档。去年呢，去参加了 Papi 酱的访谈，Papi 就问我怎么跟静姐保持这么多年的良好的关系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俩没睡过吧。”这句话引起了热议，很多网友就说：“你还真敢说。”还问我：“啊，这都是能说的吗？”我也弄不明白，我只知道睡过是不能说的，难道现在没睡过也不能说了？静姐是我邀请去 Papi 酱的节目的，然后呢，我们俩又在节目里面一起打电话邀请了瞿颖，反正不管 Papi 同不同意，我们就得来。我们的活人感就是不管别人死活。其实，我们几个特别像打不死的小强。当 Papi 发现房间里有一个戴军的时候，什么李菁啊、瞿颖啊、胡兵啊、孙浩啊，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所以呢，各位呢也别嫌我们太活跃，嫌我们烦。我们也是想，到了这把年纪，对吧？趁着还有点热度，赶紧挣点养老的钱。今年呢，我们5个呢会有一档新的
对，吕剧的真人秀要播出了。当时导演联系我的时候呢，是这么打电话的：军哥，有个大活儿是在云南边境录的，需要几个口才好一点的嘉宾。最好呢，你帮我联系一下年纪大一点的、财力雄厚一点的，你懂吧？我懂啊。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静姐，静姐第一反应就想到了报警。没错，年纪大了就是干什么都很心酸。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，我现在经常和05后的一起打球，发现现在年轻人更不容易。我们经常打到一半，突然就拿出了电脑，上一秒钟还在打球，下一秒钟开始打工了。前2天和大张伟在录一个音中，他说最近工作太多，累得都撑不住了。我想和大老师说的是，活人感，最重要的是你得活着。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身体嘛，工作太多你就跟我说，我替你接呀，对吧？我要是接不了，还有李静啊、瞿颖啊、孙浩啊、胡兵啊，都可以替你接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戴军。感谢戴老师，戴老师，感谢我们戴老师，感谢。哎呦喂，戴老师啊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一事儿，哎，今天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我的手机。上个礼拜我去寒山寺啊还愿了，哟，我真去敲钟了啊，去敲钟。然后我问那个大姐，因为那个钟很大嘛，那个锤子也很大，就撞一下很累。我说那个怎么收费？他说敲3下20块钱。哎，您要不要敲108下？108下可以啊。我跟你说，先受不了，720块钱我付得起，但敲108下真受不了。所以我就咚敲了3下。戴老师啊，要说起故事来啊，这是能说的1001夜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戴老师，开始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分享？因为我们这次要录那个5个人的那个旅综嘛，旅游综艺，我们就说那个突然之间那天就静姐拉了一个群，我胡兵还有我3个人一个群，我就说那个什么事儿，兵哥有什么事儿吗？他说哦，那个老戴，我跟你认识了有20多年了，我都没你的微信，我加你一下。我说你疯了吧？你每一朋友圈你去看看，你每一条后面我都留言了，留了10年了。关键戴老师的那个微信的名字是吧？他叫 DJ 啊，因为戴军的爱戴军。好嘞，谢谢我们戴老师，今天的这个脱口秀非常精彩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位演员跟戴军老师一样，一把年纪了，突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。每次他一出门，都有人问小乃文啊，今天又在哪里闯祸了呀？他们再会闯祸，哪有我们脱口秀会闯祸呀？别说了，再说真闯祸了，好吧？好，哎，那掌声有请本季最后一位嘉宾李乃文。